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虎味厨房。不要每天总是大鱼大肉，今天用包菜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常做法，这样做出来的包菜清脆爽口。首先准备一颗有机包菜，用刀拍一下，这样拍过的包菜更加方便入味。把根部切掉一小部分，这样处理一下，包菜叶很轻松的就给掰下来了。包菜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平包，一种是这种有机包菜，也称之为鸡心包菜。现在是包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一年当中最好吃的时候。像这种有机包菜，我们这边才5毛钱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呢？接下来把处理好的包菜放在清水中，因为包菜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包起来的，里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。清洗的时候我们要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清洗，这样才能够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全部淘洗干净。包菜的营养十分的全面，富含优质的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。有条件的也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。经过这样处理一下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包菜撕成小块，中间的包菜梗比较硬，我们就另外放在一旁。包菜要好吃又入味，我们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用手撕，因为用手撕的包菜红切面更大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包菜叶我们尽可能的撕均匀一些，这样可以使在炒制的时候成熟度一致。接着把包菜梗像视频中这样用斜刀切成薄片，大一点的切成3等份，小一点的切成2等份就可以。其实包菜梗的口感一点都不输包菜叶，包菜梗吃起来更加的爽口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碗中，接下来简单的腌制一下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。提前腌制一下，可以使包菜梗方便成熟，同时还可以去除里面的苦涩味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一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一小块去皮的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，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做手撕包菜离不开干辣椒，准备一小把干辣椒剪成小长段，加入干辣椒，吃起来香辣味十足，更有层次感。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干辣椒清洗一下，同时去掉里面的辣椒籽，这样在炒制的时候就不容易糊锅。炒家常菜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白糖，少许的生抽酱油，少量的蚝油提鲜，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少量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样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的包菜梗也已经腌制好了，接下来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表面的食盐清洗干净。加入食盐腌制过后的包菜梗吃起来更加的爽口入味。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洗一下，不然的话炒出来会很咸。所有食材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有条件的可以加入猪油或者是五花肉。把姜蒜末和干辣椒倒在锅中，提前翻炒一下，把它们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包菜梗也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炒一下，
把包菜梗表面的水分炒干。因为包菜叶比较容易熟一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开炒。炒制成视频中这样，接下来把包菜叶全部倒在锅中。这里我们要开大火，不停地翻动，使包菜叶受热更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因为包菜叶的含水量特别重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这样就不容易出汤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包菜充分的炒制入味。像这种绿叶蔬菜，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炒制成9成熟就可以出锅，这样吃起来口感爽脆入味，而且颜色翠绿，看起来也特别的有食欲。如果在锅里面炒制的时间太长，菜叶很容易发黄，那样就不好吃了。把包菜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手撕包菜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。家里有条件的也可以加一些五花肉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放上2个小时都是翠绿翠绿的，吃起来口感爽脆入味，主要是操作也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